家好，我是小军，欢迎收看小军厨房。我们的首相慕尤丁在23号晚上提到了一个 Facebook group 叫 Masak Apa Tak Jadi。Kalau masakan tak jadi pun tak apa. Boleh post dalam grup Facebook masak apa tak jadi hari ini. 我今天想要分享5个提示，让你如何避免 Masak Apa Tak Jadi 的窘境。在我还没开始之前，请帮我点个赞和订阅吧。第一个提示，在大家开始烹调之前，请确保你有好心情。以我个人的经验，每一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所煮出来的食物一定达不到我理想的效果。心情很烦躁，时间不够，还是心情很不好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煮饭了。你不如出去打包，还是订外卖会比较快。除非你已经很熟悉那个食物，比如说方便面。可是如果你连方便面都不会煮的话，那么请你出去打包算了。第二个提示，在你还没开始尝试新食谱之前，一定要熟读那个食谱才来开始。一个准确的食谱就好像是一个好的实验一样，它是可以被重复。如果实验的条件，比如说材料、分量、方法、时间和温度全部都有被列出来的话，请你参照那个食谱所提供的方法，你就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大品牌，比如说炸香鸡啊、可乐啊，他们都不愿意把他们的食谱公开出来。万一他公开了食谱过后，大家都可以在家里复制他们的产品，大家都不需要买他们的产品了。大家在尝试新食谱的时候，请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代替它所指定的食材，或者是更改它的分量，除非你已经很熟悉这个食材，了解它在食谱中发挥什么作用。比如说面粉有分高筋、中筋和低筋，不同的筋度它会使到那个烤出来的食物的软硬度啊、结构啊、卖相，还有它的口感都会有影响。糖要放多少？为什么鸡蛋要分开来打？这些都是有学问的。除非你已经很熟悉那个食材，你知道这一个食品这样加、这样处理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，或者是这个食谱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，要不然你就乖乖跟着那个食谱吧。第三个提示，在你还没开始烹调之前，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在你的眼前，这样你就不会煮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材料不够啊，需要出去买这样子的情况。第4个提示，要用量勺和量杯。我在这里和大家示范一下，我现在用普通汤匙来量1汤匙的盐，大家可以看到结果是不一致的。第一次我得到的是 21.6 克，第二次我得到 14.2 克，相差了 7.4 克，同样是1汤匙，分量却差了1/3。让我们看看量勺的效果。使用量勺时，我们必须把多余的材料刮掉。你可以看到量匙的分量是一致的，大概在15克左右。我们再看多一次。现在我们尝试量液体，1汤匙的水大概有 5.8 克而已。一个标准量勺的1汤匙大概也是在15克左右，分量足足少了3/2。现在我比较一下普通杯和量杯的分量，我们就不谈每次用同一个杯载水也会有水位的差别。我这一杯大概有 319.5 克，而一杯标准量杯的分量是219，大概在200克的分量，足足相差了100克。大家要记得，如果使用量杯来量固体的话，请把多余的材料刮掉来维持准确度。这就是
是为什么如果你随便量的话，你的面糊可能会太浓稠或者是太稀。如果你是烤蛋糕的话，你放的太少泡打粉还是苏打粉，它可能就不会发起来。放的太多的话，可能它就会很重那个苏打粉的味道。最后一个提示，要小心假食谱。现在有很多主食的短片，看起来很容易做，效果出来也很好，可是其实有可能是骗人的。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，可以搜一搜 Fake Recipe， 一个实实在在的食谱，它会把所有的材料、分量还有方法都列出来。当你重复它的食谱的时候，就可以达到那个理想的效果。好了，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的话，请帮忙分享出去哦！别忘了帮我按个赞和订阅我哦！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